大家好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，我现在要换网子了，所以这些杂草啊开始长起来了，那我就要先把这些覆盖物先稍微移到外面来，那里面肯定会有蝸牛，这时候蝸牛你就要把它捡起来移出去外面，那之后再把覆盖物盖回来，换成大网子。那为什么要做这个步骤？是因为每年的气候状况不一样啊。像我今年觉得这些蝸牛有的有去躲，有的没有去躲，所以就必须要做这个步骤。但是这些步骤不是绝对都是要这样做，还是要视你的气候状况去做。下面先稍微拨一下。然后把铁丝慢慢的拉起来。现在这个蝸牛啊，它这样的形态是已经快封膜了，然后这个是已经完全封膜的样子。这个蝸牛它都会躲在这个边缘，比较能接水、湿气比较重的地方。但是当它真的都完全没水的时候，它就封膜盖住，把水保在里面，这就是它们的冬眠。然后我们会一边整理，一边那个收到边边，然后我们再去拿去不要靠近菜溪的地方放。我之后会把香菜或者是生菜跟它做一些混种，等到它整个包心完成的时候，这些香菜也长大了，所以那个时候你大概可以一次收成2到3种。当你在整理的时候啊，你发现你的高丽菜或者你的作物有出现这种痕迹的时候，那就代表有很大几率就是斜纹叶稻虫吃的。那这个斜纹叶稻虫呢，它都会躲在土壤的表层，你用镰刀轻轻的把它刮，你就会找到它。它都是晚上出来吃。所以你看它吃这么大只，我就跟他说，出来吃迟早要还，就是这样子。有包网子的状况下，它还是有办法进去，但是你会发现它其实只能吃一块一块的。但是当你施肥过后，它就会吃整片的。把它丢去旁边，把它扫除出去就好了，因为它也是只是要生存而已。那我现在浇水，那我浇水的话，我不希望太湿，有湿就好了，因为你太湿的话，万一蝸牛爬过来，它就可以到处移动。现在这个蝸牛啊，经过震动之后，它其实就有点脱那个沫，这个就是它的沫。然后你再给它浇一点水，它们就会复活。你现在看这个蝸牛啊，跟它洒水放一段时间之后啊，几乎全部都复活了。所以蝸牛它活动的要素就是水跟温度。那温度的话，它还可以忍受到大概15度左右到12度，只要有水，它们就能活动。那所以是土壤太湿，它们就会复活去找东西吃啊。那根有下去了，它会去找水。所以有时候不要太多水，根就会浮在上面了。因为我们的土壤已经好几年没翻耕了，所以里面很多孔洞，它会去找水。这个菜也是一样啊，要穷养才会有生命力。
看它消水的速度，基本上就是要这样子透水。看我这个土多透水松软。然后刚刚整理出来的杂草，就给它乱撒下去。那为什么这么麻烦？是因为我们现在天气很难预测。那如果接下来这几天突然下一场大雨，这个土壤一下就被冲湿掉，这些菜苗也有可能会死掉。所以如果再覆盖一层薄薄的，作为一个保护的时候，它的存活几率就会比较高。所以在网络上会很多网友留言说啊，我们这个这么多步骤，这么多麻烦，要怎么种得多？确实是种不多。所以我觉得我分享给大家的都是这种小菜园种植。你既不用撒农药，也不需要翻耕，也不需要施肥，就可以种出品质很好的蔬菜。还记得这个铁丝吗？包高丽菜铁丝，这还有用途。这个是16目的网子，你也可以用32目的网子。32目的网子比较能防得住白纹蝶的幼虫。然后这个网子的宽度是6尺。你看我们这溪地大概就只有这一颗高丽菜被吃得很严重。那我的想法是，我知道这个是斜纹叶稻虫吃的，但是我并没有喷什么东西，因为就只有这颗受损，所以我就让它吃啊。因为我没有要贩卖，所以有时候让点力给这些虫是没有关系的。北宋诗人蔡襄说：“花未全开月未圆，半山微醉尽余欢。何须多虑盈亏事，终归小满胜万全。”小满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。